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1992年上映的恐怖电影《画皮之阴阳法王》。这个弹着古筝的男人名叫王生，是当地的一个落地书生。今晚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越弹越觉得头晕目眩，终于他受不了了，在告知同伴之后，转身先行离开了。外面遇到了客店老板娘，老板娘问他：“王公子不吃完饭再走吗？”王生回道：“不了，今晚的消费记在我的账上。”俨然一副今晚消费全由王公子买单的气势。不过王生却不是什么富家子弟，还没等王生走出大门，老板娘就忍不住吐槽，说句大话10个小钱，这让王生感觉十分没面子，叹了口气，随后赶紧走出这个院子。这时的天还没亮，王生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卖面的小摊位，正赶上自己腹中无食，王生便停下了脚步，决定吃完面再走。他问老板：“这是什么面呀？平时怎么不见你出摊呢？”老板回答道：“这是狗肉面，是专门给你们这种早出的赶路人准备的。”王生端过面，刚要大口吃起来，一转身却发现小摊早已消失不见，自己放在摊位上的灯笼也落在了地上，老板竟然化作一只黑毛大狗。王生吓得赶紧放下了手中的面，提起灯笼就要离开。走出几步之后，再回头一看，小摊和他刚才看到的一样，老板又从黑狗化作了人，还在热情地叫卖着。王生顿时被吓得脸色大变，慌慌张张地跑到一个小巷子里。因为太过恐惧，王生撞上了迎面走来的白衣女子。女子站起身刚要离开，王生却发现眼前这位女子相貌国色天香，便趁机搭话：“姑娘这是去哪里呀？不如我送你一程。”没成想这一问却问到了姑娘的伤心事。姑娘回答道，自己名叫小峰，是一大户人家的小妾，却没成想正事容不下她半分，处处刁难为难，没办法，她只能自己一个人跑了出来。王生听到这话记上心头，把刚才自己撞鬼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他说自己刚好有一处容身之所，可以让姑娘暂时避一避风头。小峰没有拒绝，便和王生一起来到他的家中。王生所说的容身之所，就是他平日里念书的书房，但是他不学无术，这里面的书早就落了一层厚厚的灰。眼看四下无人，王生一把推倒了小峰，打算和他行苟且之事。小峰起初是拒绝的，还责怪王生连功名都没有考取就惦记着女色。不过转头一想，王生对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况且那个年代的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，于是便打算从了王生。正当王生快得手的时候，屋外传来了一声鸡叫，天也逐渐亮了起来。小峰见状，赶紧推开身上的王生，走到镜子面前，发现自己的容貌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便谎称自己有克夫的命，不想连累王生。王生满口不在乎，小峰只好说自己身子不舒服，晚上等自己好好捯饬，再让先生尽兴。王生虽然心急，却也只好作罢。第二天，他来到一家胭脂店，打算买些胭脂水粉讨好小峰，却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道士。道士看他妖气缠身，断定他最近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王生只当这又是一个行走江湖的骗子罢了，便没有过多的理会。即便道长再三解释也没有用，没办法，道长只好告诉王生，如果有需要就去二龙沟的清风观找他。王生回到家中，并没有着急找小峰，而是来到了妻子的房间。他们已经成婚多年，却始终没有一个孩子。他问妻子，要是不花钱就纳一个小妾，可行不可行？妻子说道，哪有这种好事。王生看着事情有门路，便拉着妻子到后院书房见见自己未来的姐妹。王生妻子终究是正房太太，虽不情愿，但是自己始终没能有个一儿半女，也就只能如此。不过他提出要在小峰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上一眼，女人有没有印象，他一眼就能看出。正当小峰在屋内洗澡的时候，王生妻子悄悄来到窗外，用手戳破了窗户纸，打算一探究竟，没想到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失了魂。只见小峰摘下自己的人皮面具，露出血红色的真面目，王生妻子立马晕倒在了一旁。王生也赶紧凑过来看看，正好看到小峰在给自己的人皮面具梳妆打扮，顿时也是被吓出一身冷汗。安顿好妻子之后，王生猛然想起今天白天遇到的道长，原来自己真的被鬼魂缠身。他决定连夜前往二龙沟清风观，临走之前吩咐家里的佣人，无论谁来都不许开门。王生一路奔波，终于赶到了清风观，但是道长暂时也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消灭妖孽的好办法，他只好交给王生自己的符尘，这样妖孽暂时就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王生听完之后，赶紧起身回家。到家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符尘挂在自家的房门上面。看到符尘的小峰知道，王生一家人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。他解释道，自己没有害人之心。他现在既不是阳间的人，也不是阴间的鬼，而是处在一个不阴不阳的空间之中。生前他本是一个戏子，在一次唱酬神戏的时候，意外被闪电击中，当场毙命。此后便被阴阳法王抓走。原来在这天地之间，除了阴阳，还有一个叫做阴阳界的地方。这里的大王名叫阴阳法王，已经修行了上1000年，法术十分高强。
他不人不鬼，不神不仙，不道不佛，凡是被他抓到阴阳界的鬼魂想要逃走，都会被他扔进清水锅而万劫不复，永世不可超生。而小峰便是从他手里逃出的孤魂野鬼，他想要转世投胎，重修正道，本想找一个法术高强之人帮助自己，却误打误撞来到了王生家中，眼看自己身份暴露，留在这里也没有用了。临走之前，他告诫王生把符尘挂在门口，小心阴阳法师前来找他们的麻烦。说完便孤身一人来到了清风观，观中的2位道长一眼就认出了小峰，他们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，但是想要帮助他逃出阴阳法王的魔爪，以他们现在的功力还远远不行。他们早年之间曾经和阴阳法王有过一次交手，却被打得落荒而逃，还差点被抓进清水锅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还好一个高人及时出现，才帮他们解了围。而小峰想要转世投胎，也只有那位高人才能解救他了。不过想找到高人，一路上毕竟困难重重，小峰脸上没有一点惧色，只要能够转世投胎，什么苦他都能吃。阴阳法王也没有闲着，为了找回逃走的小峰，他带着一群手下来到了王生家中，他们附身在人类的身体上，方便自己在阳间行动。而阴阳法王则附身到了王生的身上，果然道长的符尘完全无法限制阴阳法王。另一方面，小峰在道长的引路下找到了一个小草屋，他们奔波一路，有些口渴，想讨口水喝。草屋的主人热情地把他们迎了进来。道长看这人久居山林，便问道：“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附近有一位太乙上人？”草屋主人说道：“倒是有所耳闻，但是听说他不喜欢住人，怕是找到了也没有什么用。”喝完水之后，一行人就先行离开了。没走多远，小峰停住了脚步，对2位道长说道：“草屋主人绝对不是普通人，凡人身上都有一种阳骚味，即使是2位道长也不例外。但是在那个人身上，他却丝毫没有察觉。”于是3人赶紧再次回到草屋，求这位高人能够出手相助。不过他还是铁了心，不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还说自己并不认识什么太乙上人。几人见状也只好作罢，才离开草屋。不远处他们就遇到了一群官兵，与其说他们是官兵，倒不如说他们是劫匪。他们看这里荒郊野外，便打算劫了这3个人身上的财物，顺便劫个色。好在一个紫衣道人出手相助，他还告诉几人，就在不远处的道观，太乙上人就在那里面修行。见到之后，如果有求于他，只要提起紫衣道人的名字就可以了。他还把自己的宝剑交给他们，也算是一个证物。3人赶紧跪下，感谢道长的恩德。在不远处果然有一个道观，经过指引，他们终于见到了那位太乙上人。不过这位上人一看到2位道长，便连声呵斥，把2位吓得不知所措。还是一旁的小峰识破了诡计，他认出这个所谓的上人其实是阴阳法王假扮的。道长一惊，赶紧扔出一把飞刀，没想到法王法力高强，用手一挥，刀直接插进了道长的身体。正当法王想要对另外2个人痛下杀手的时候，太乙上人突然出现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正是当时在草屋里遇到的高人。法王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完全不是上人的对手，只好一溜烟逃回到了自己的阴阳界。而上人之所以决定出手相助，是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：自己修炼一生，天地之间的精华已经全部吸收，但是距离成仙终究差了纯阴和纯阳。自从他们走后，他突然顿悟，帮助小峰投胎转世，便是他相差的最后的纯阴，于是他才出手相助。小峰告诉太乙上人，阴阳法王不阴不阳，他此次来到阳间是借了一个书生的身体，如果上人能够解救书生，或许纯阳也就满了。上人听完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带着他们找到了阴阳法王的老巢。没想到这法王法术高强，太乙上人费尽9牛2虎之力，才将一道符贴在阴阳法王的身上，逼出法王的真身，救王生于水火，最终合力杀死了法王。小峰也终于可以回归六道，投胎转世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王生与妻子喜得一子，亲朋好友前来道贺，太乙真人和道长也前来祝贺，并给王生之子算上一卦，说这孩子命中缺木，就取名叫小峰吧。太乙真人临走时送给王生一幅画卷作为贺礼，打开画卷，上面竟然是一个白衣女子，一片火海之中转世投胎。电影到此结束。本片上映于1992年，是胡金铨导演最后的一作，距离那部惊为天人的《倩女幽魂》已经过去了5年。王祖贤从聂小倩到小峰，姿色不减当年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本部影片在当年并不理想，可以说是票房口碑全部粉碎，上映6天就被下架，也成了胡金铨导演心中永远的痛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